这是网飞纪录片《监视资本主义：智能陷阱》中的一句话。它以社交媒体为切入点，讲述了在牟利这一唯一目的的趋势下，网络科技正在对个人、社会乃至人类文明造成的负面影响。你可能会觉得夸张，但纪录片以访谈的形式对谷歌、Facebook、Twitter 等科技巨头的前内部人士进行采访。作为开发者，他们是拥有上帝视角的，在我们只能看到科技带来便捷的时候，他们能看到隐藏其中的巨大威胁。我们可以想一下，最了解自己的人是谁？父母、伴侣其实都不是，而是大数据。当你刚想养只猫的时候，就能收到猫粮广告的推送；刚想减肥的时候，就能看到小姐姐健身的视频。这一切不是巧合，而是我们的隐私早就被贩卖给了更想懂我们的人。2016年，谷歌内部道德设计师特里斯坦·哈里斯辞职之后，很多硅谷公司的高管陆续离职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，那就是算法操持下的互联网产业可能导致严重的道德伦理危机。与扎克伯格一起创办 Facebook 的克里斯休斯在离职后说，扎克伯格对增长的关注致使他为了点击而牺牲了安全和道德底线。而在2018年3月 ，Facebook 确实爆出了数据泄露的惊天丑闻，导致市值蒸发500亿，全球用户发起了删除脸书运动。手机已经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一部分，谁要是没有手机，在别人看来就像是茹毛饮血的原始人。随着手指不断上滑，新奇的内容不停地涌现，我们的注意力就像进入了时间黑洞，不知道为什么停不下来。在我们冲浪的时候，那些开发者也没闲着，他们在监控着、追踪着、评估着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一点不夸张，真的是一举一动。什么时候看过什么内容，停留了多长时间，购买了什么东西，价格多少，地址在哪等等，这些都是他们用来给我们画像的典型特征。我们使用的越多，他们的数据就越多，画像也就越精准。到底有多准呢？可以这么说，他们甚至知道你明天晚上要跟女神约会，下个月要去 4S 店看车。他们所掌握的信息超越人们自己所能想象的一切，就是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们不知道。片中有个有意思的场景，一个中学生暗恋自己的女神，当然这个算法也知道，而且在他休假不敢给女神发消息的时候，算法实时弹出了一个窗口，你的好友加入了，去打声招呼吧，就像是被监控了一样。应该很多小伙伴也收到过类似的弹窗。那他们获取这些数据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想啊，我们是免费使用产品，人家也得吃饭，对吧？有句经典的话是，如果你没有花钱买产品，那你就是被卖的产品。思想家贾伦·拉尼尔给了一个更深刻的解释，产品其实是我们的认知和行为一点点未察觉到的变化。举个例子，算法完全可以让张三对某个产品路转粉，开发者就能对某个品牌说，给我1000万，我能让1000万个张三喜欢你的品牌。这就是他们的商业模式。我们的数据就像期货一样，被精准地卖给广告商，然后广告商静静地等待这些数据一个个变现。互联网时代之前，人们发明的东西，自行车、汽车都是为大众服务的。但互联网兴起后，技术慢慢演变为向人类索取，通过智能从人身上获利，从以人为主动型的技术环境转变成人被动接受、操纵型的技术环境。社交媒体不再是仓库里等着人们去骑的自行车、去开的汽车，而是会自我分析、优化、指引的东西。小伙伴们可能会说，既然这样，我不玩不就行了吗？但是我们的决定往往是很脆弱的，一个好友消息，一个明星八卦，都会很合时宜地撩拨你的心弦。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块几英寸的黑镜，而是它背后拥有高学历、高智商的研发团队。这些人研究一个点赞 icon 的大小，都可能花上好几天。你想想，我们哪有赢的可能性，对吧？假如你是开发者，要把数据卖得更贵，卖给更多的广告商，需要什么条件呢？当然是数据需要足够多和足够精准。特里斯坦·哈里斯说，他们主要有3个目标，一个是参与度目标，就是尽可能增加你的使用时间，这样才能获取更精准的数据。第二个是增长目标，就是让你拉好友，好友再拉他们的好友。拼夕夕表示很懂啊。第3个是广告目标，也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，赚钱。为了达到这3个目标，科技公司就像施展魔术一样，让越来越多的用户不知不觉地上瘾。很多硅谷公司的高管都学过劝服性技术这门课程，这是一种极端的、刻意的，在意识之外改变用户行为的心理学技术。Facebook 曾经做过一个海量规模蔓延实验，测试用潜意识信号能否让更多人在美国中期选举投票。实验结果是能。这样看来，想让我们上瘾就显得小儿科了。我们根本察觉不到自己越来越依赖手机了。普林斯顿心理学博士亚当·阿尔特在《欲罢不能》一书中分析了这种成瘾体验的6个要素：一、诱人的目标，邀请足够人数帮你砍一刀，就能9块9买手机，这搁谁都愿意，对吧？2、不可抗拒的积极反馈，你每次刷新就会有新的内容，你发个视频，很多人给你点赞，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正积极强化，你就想不停的刷新，持续发视频。3、毫不费力的进步，你发现再买20块钱的东西就能满300减50了，接着你又发现再买70块钱就能满500减100了，原本只是买辆自行车，结果开辆车回家。4、逐步升级的挑战，太简单会无聊，太难会焦虑，只有挑战刚刚好，才会更容易进入咱们之前提到的心流状态。
5未完成的紧张感，这是典型的蔡格尼克效应。一个游戏玩一半死机了，一首歌听一半被切了，我们可能会抓狂。最令人难忘的永远是未完待续的紧张感。6令人痴迷的社会互动，比如你觉得这个视频不错，就想要转发给朋友。人类是社会动物，社会互动是基于进化论的心理需求。所以你看，咱们玩的是手机，人家玩的是心理，玩的是人性，玩不过人家。小伙伴们可能又会说了，那我不买广告推送的产品不就好了吗？但手机成瘾对我们的影响远不止一次。除了大家经常说的时间、注意力，我们失去的还有这些。1裸奔下的安全隐患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一些奇怪的短信或者邮件，比如进群领专属福利之类的。互联网世界是没有隐私的，你的每一次手机登录，每一次图片分享，每一次购物记录，都相当于是把个人信息告诉别人。我们没法肯定这些开发者有足够高的道德水准和职业操守，即便他们靠谱，我们也没法肯定他们的安全系统是否靠谱。2018年，某酒店的开房信息泄露，5亿条个人信息，1.3亿条身份证信息，险些在境外网站交易。我们可以假想一下，不法分子拿到这些信息，用来注册各种 app 还算小事，但如果利用隐私数据进行电话诈骗和敲诈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2病态的价值导向，人们在网络上晒自拍、晒美食，就是为了得到社会认可。Facebook 前副总裁帕利哈皮提亚说：“我们管理自己的生活是建立在获得的完美感上的，爱心、点赞这些短期信号给我们奖赏，我们把它融入到价值中、真相中，这会让我们空虚，让我们想再次获得，进入恶性循环。一个人这么想没问题，但如果20亿人都这么想，那得卷到什么程度，对吧？脸再瘦一点，腿再长一点，皮肤再白一点，以前的照片看脸，现在的照片看技术。畸形审美的价值导向给青少年造成了严重的影响。从2011年开始，美国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人数增长迅速，割腕和自残的15到19岁少女，2015年较2009年相比增长了62%，10到14岁更是增长了189%。3闭塞的信息茧房。我们会发现，现实中大家都温和有礼，但网络上就充满戾气。这是因为社交媒体并不像其许诺的那样呈现更广阔的世界，而是用个性化算法给用户投喂他们喜欢看的内容，就像一个个温暖舒适的茧房。人们根据各自的爱好和观点倾向，停滞于不同的信息圈内，然后把这些被动接受的信息视作唯一的真理，丧失包容多元观点的能力，最终导致更大规模的社会区隔、部落式群体分裂和交流鸿沟。Facebook 投资人罗杰·麦克纳米说：“这就像一个27亿人的楚门的世界，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世界、自己的现实，但没人发现自己所在世界的本质真相。一旦达到这种状态，人们就很容易被操控。就像大前研一在低智商社会中提到的，他们对各种谣言丝毫不会思考，活在被设定好的框架里，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越来越依赖于环境。”谁该为这样的结果负责呢？或许大家都很无辜。2018年，Twitter CEO 杰克多西在一次听证会上说，12年前创办 Twitter 时，他没有想到 Twitter 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但是这些大佬们一边让用户默认勾选 App 隐私协议，一边让自己与科技产品隔绝开来。比如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的小孩，童年就被要求与电子产品完全隔离。生产这些高科技产品的人，就像《绝命毒师》里的老白一样，自己从来不洗。如何让控制权回到自己的手中？结合片中给到的一些建议，我总结了几点： 1. 删除不经常用的娱乐型 App。2. 关掉不需要及时处理的 App 的消息通知。3. 每天固定手机的使用时间，比如不超过2个小时，可以采用奖惩措施。4. 安装 App 时留意它获取的手机权限。5. 主动搜索信息，减少漫无目的的刷屏。6. 分享信息前查一下信息的来源和真实性。7. 网络上的不同观点，说的对咱们学习，说的不对看看就好。8. 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。这条是开玩笑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。感谢您耐心观看，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